回望长安绣成堆，千顶山门次第开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晶莹剔透的荔枝肉包裹着鲜嫩多汁的虾肉，又清甜，而且呢也非常的可口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集的美女私房菜，我是沈欣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是要做一道好吃好看、清淡爽口的小菜，而且呢，这一道菜是拿水果入馔。这道水果同时有这一味水果呢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喜欢吃，因为它不但是外形漂亮，而且呢剥开来之后啊，真的是肥美多汁。甜甜的、嫩嫩的，而且齿颊留香，属于呢过了这个季节还没有的荔枝。用新鲜荔枝做出一道美味荔枝虾球，晶莹剔透的荔枝肉包裹着是经过精心处理的虾仁，白里透红。另外，荔枝本身多汁鲜甜，与虾肉的鲜相互搭配、相互融合，一口下去，其中的鲜美绝对会让你食指大动的。荔枝跟其他水果相较呢，它会更难保存一些，因为其他的水果，比如说像榴莲呀、芒果呀，都可以等到微熟的时候摘下来，然后呢，比如说把它放到箱子里面，加上报纸盖着，或者加上苹果，把它捂熟。其实味道呢也是相差不过8、9。而且过去呢，人们形容荔枝怎么样难以保存呢？可以找到非常有名的白居易曾经这么写过，说此果呀，如果离开树干，1日色变，2日香变，3日味变，4、5日之后，色香味都没有了。所以呢，也有一个名字叫离枝，离开的离，一旦离开它的枝桠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，一般水果入菜呢，听上去对厨艺的要求似乎很难，但是荔枝菜，特别是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一道水晶虾球，如果你愿意认认真真的看完它，就会发现一点都不难，而且卖相极佳。比如说这一颗荔枝，糯米糍是荔枝的一个品种，它分好多种呢，比如说妃子笑、桂味、挂绿等等。这颗糯米糍呢，不但是肉特别的甜美，而且里面的这个核也非常的小。最关键的是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荔枝的中间呢，有一道细细的裂纹，那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剥它很容易的。古时候也称它是叫糯米糍荔枝呢，简称糯米糍，也叫米枝，就是米粒的米，荔枝的枝。在古代呢，还叫它水晶丸，也是荔枝的品种之一。而且呢，这颗荔枝呢，它不是那种很浑圆的，有一点点偏向一颗小小的心脏那样子的形状，所以呢，其实也是蛮容易分辨的。而且它上面有一颗裂纹呢，剥它的时候啊，这个卖荔枝的老人家呢，很有范儿的，拿那个指甲中间这么一划，两边这么一捏就开了。当然我没有指甲，我可以拿小刀稍微这么在中间的位置呢一划开，轻轻的划开，不伤及果肉哈。然后两边一捏，只要两边用指甲在中间一划，两边呢轻轻的一包，它就自然裂开，变成了一枚水晶丸。很漂亮吧？那我们接下来呢，会把水晶丸的这一头，也就是果肉连着枝叶的这一头，轻轻的用小刀挖一个小洞，然后把那个荔枝核取出来。之后呢，再把一枚剥好的虾，留上虾尾巴放进去，之后蒸熟勾芡就可以了。如果说拿水果入菜，比如说我见过芒果跟鱼一块烧的，清蒸的鱼旁边呢有青青的芒果一起来带入那个味道。还有呢就是小红莓或者小蓝莓
做成非常好吃好看的这个汁儿，跟牛肉在一起酱汁，最后浇上去也会非常的好吃。像荔枝这样清淡的水果呢，应该考虑跟清淡的食材搭配，比如说像鸡肉或者是海鲜或者是水产等等，因为颜色很搭调，而且味道呢也并不冲突。我觉得今天呢，拿虾和荔枝搭，其实就是很好的在互相的配合。因为海鲜呢，应该都多半不是属于热性的，是属于寒性的。那荔枝的这个热性呢，跟海鲜这个寒性在一起呢，并不会说是负负得正，而是可以互相中和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做到这个虾呢，首先就是调一个非常之有味道的汁，待会儿用这个汁呢，把虾炒一炒，勾上一个玻璃芡，然后再把虾放到荔枝当中，再把芡汁浇上去，这样的一道很好吃又好看的水晶虾球就这样完成了。其实虾呢也有水晶的感觉，因为它最后也是半透明的，再留上尾巴上那一点点红红的，又跟荔枝的红呢可以相配得宜，所以这一荔枝和虾球在一起呢真的很完美。糖、盐、鸡粉、料酒和水淀粉在一起勾成一个薄芡，还有就是适当的水分。是个薄芡，它能够挂住，但是呢又不至于说是过于粘稠。锅里面放一丁点油，就像一个逗号那么一点点的油，然后把刚刚包好的虾呢迅速的放进去，就是这样啊，真的很简单的，甚至说可以无火煮食，如果是电磁炉也可以完成啊。买来一小把荔枝，买10只虾，就可以完成一道非常好吃的菜了，端上去漂亮的要命，难道你不想试一下吗？煎到虾半透明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下一点点的我们刚才调的这个非常好吃的汁儿，放在锅里面。哇，这边呢用小火稍微煮一下，因为在夏天一定要煮到非常熟才能够吃。还有呢，这边我们可以准备一个盘子，黑色的比较好哦，因为黑色的盘子能够衬出荔枝的白。接下来就请各位请虾球入瓮啦呀，正好一口一个，又漂亮又好吃。把虾肉酿进荔枝里，这道荔枝虾球就已经完成了。制作荔枝虾球要诀在于手巧，在去掉荔枝核的时候要注意不能伤到荔枝肉，确保荔枝完整。另外，虾在去头去壳的时候要留一点虾尾的部分，这样可以让荔枝虾仁做出来更加的美观。荔枝美味让人爱不释手，可是在对于喜欢吃荔枝的你，我们有几点建议要提醒大家。俗话说一担荔枝3把火，荔枝的火气大得很，如果说吃得过量的话呢，有时候如果恰好这个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呢，就会出现血糖下降、口渴、出汗，甚至严重的呢，也有可能会有这个头晕，甚至是昏倒这样的症状。当然了，这个比较少见哈，医学上称为荔枝病，也就是血糖病的一种。所以说荔枝呢，不太适合一次吃太多，或者是连续好多天都一直吃很多。那多吃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其实也很难就是在这里具体的说，因为都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。比如说老年人、小孩子
或者是糖尿病患者呢，每天大概吃5到10颗左右就应该适可而止了。那如果吃完荔枝出现上火的症状呢，可以吃一些西瓜，或者是喝一碗这个荷叶冬瓜煲的水，也可以说去火。还有呢，就是在吃荔枝前后呢，也可以喝一点适量的淡盐水、凉茶或者是绿豆汤，都是解毒的。还有如果说大家愿意尝试一下呢，也可以把荔枝连皮啊放在淡盐水里面泡一泡。吃完荔枝之后呢，拿这个荔枝壳煮一点点水或者泡水喝呢，据说也是以毒攻毒最能够解荔枝热的。这道菜简单至极，真的，如果你看完我们这期节目就发现，看上去好像颇登大雅之堂的一道小菜，其实做法呢只是简单的几个步骤而已。当然手巧的话呢就会更漂亮。第一要选择好的荔枝，甜的，去核的时候呢记得不要把那个口开得太大。第二呢，就是如果大家说在剥虾的时候呢，去虾肠这个很重要，还要提醒你的就是虾尾巴那一段一定要留住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在荔枝上面入馔才会显得是很鲜活很漂亮。在荔枝当造的季节，也不要错过买点荔枝，做出好看又好吃的荔枝虾球。这是一道很特别的菜式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